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0月6日下午的12点33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美股的表现啊。那我们看到了啊。整个这轮行情走势非常规则，已经形成了一个下跌通道。但是我们现在的反弹呢，它是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那这轮日线级别反弹呢，是由周线级别的大幅度的下跌引发的。我们看到啊，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啊，走出了一波日线级别的反弹。但是日线级别反弹走到上边线轨道的上边线附近之后呢，突然出现了一根单独的阳线。我们认为啊，这根阳线呢是诱骗性的阳线，欺骗性的阳线。这根阳线之后，行情随即急转直下，并且啊是受美国一个加息的预期啊，加息75个基点的预期呢，这种预期下啊出现了一个下跌。下跌之后，美国立刻公布了一个鸽派的声音啊，说未来加息将要放缓，所以呢，在周五出现了一定的小幅的反弹。但这种反弹呢，我认为不构成反转，行情呢依然处在一个周线级别下跌通道当中，并且呢，这个下跌通道一旦发生延续的话，会出现平行于2020年2月的这样的一个平行式的对称式的下跌。那么在未来，这种下跌呢，一定会对比特币构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比特币在周六周日两个交易日表现乏善可陈啊，毫无新意。原因就是啊，比特币呢也在等待美股开盘之后啊，做出一个最终的一个方向上的确认。那么目前呢，昨天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这个小幅的反弹呢是延续美股大幅反弹之后的一个动作。那么我们看到啊，比特币的价格呢，目前站上了一个144日均线，那上方呢有两重压力位，第一重压力位呢是169日均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位，第二重压力位呢是5月份波峰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位。那么现在这个行情上啊，我认为逐渐布局空单是你应该做的，因为已经面临我们最终的一个日期。就是11月15日左右啊，它会出现一个相对的高点。这个相对高点呢，是第三轮反弹的一个高点。我们看到啊，从3万点跌到17605之后啊，行情呢一直围绕这个大的缺口进行反弹。第一轮反弹43%，第二轮反弹呢23%，第三轮反弹呢，我们看到了这轮反弹从最低点到最高点反弹了18%左右。已经非常接近反弹的目标位啊！即使行情突然可能站上这个169日均线、140日均线啊，它也是一个谎骗性的行情、欺骗性的行情，因为行情大概率波动的区间呢，都是在这个它已经形成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的势力范围。我们看一下啊。牛市行情当中它是怎样波动的？我们连接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接了之后啊，发现了4次波谷。这4次波谷结构有所不同。第一次波谷呢，几乎非常明显的形成了一个波谷。第二次波谷呢，围绕这个低点反复震荡啊，围绕这个34000点的这个低点反复震荡，最终呢反弹上去。反弹上去之后回打下来，形成第三次波谷。第三次波谷同第一次波谷非常类似。那么最后第4次波谷出现之后，行情急转直下啊，特别是从3万点到17665这个区间快速下杀。那么本轮行情我们面对的是从6月份至今到11月份的震荡啊，连续5个月的震荡。在震荡过程当中，其中我们最临近的第3次的这个波谷位置，这个震荡形式反复打到低点，反复诱空的行情，同上一轮行情当中的21年5月这个第2轮的这个轮次的波谷非常类似非常类似，完全符合了这个
历史是错位重复的这个概念反复到达18500到19000到19000这个区间之后不断的诱空，反复的诱空让所有的人都认为空头行情还在继续但是呢，我在之前1个月当中反复说反弹要来了，并且给出了一个东西叫横有多长，竖有多高横有多长，竖有多高。那么目前呢，这轮反弹不断的接近尾声当中我们看到这轮反弹它的时间级别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看到比特币出现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这轮反弹它的时间级别是4小时级别你要通过合并 K 线去得到这个时间级别的概念。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美股的反弹幅度达到了日线级别并且出现了一个 1.25 倍的日线级别上涨息游什么叫 1.25 倍日线级别上涨息游呢？就是它走出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之后又单独走了一根悟空阳线。那这根悟空阳线呢，我认为是欺骗性 K 线。那总体来说，它走了 1.25 倍的日线级别的上涨息游。但比特币在这个时间级别上，我们看到它仅仅走出了4小时级别上涨息游、反弹息游。那么它相对于美股来说是非常弱势的，因此呢，行情在这里面我给出了一个观点接近尾声的情况下，熊市依然在趋势是下行趋势当中的反弹，反弹呢不构成反转，反弹是你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那么我们给出了一个位置，就是在21500美金附近那么我们看到了11月5日，也就是昨天，它到达了一个高点21470。你说30美金算不算呢？我认为无所谓了21500基本上已经到了。那么到达这个位置之后我给出的目标位是21500到22000美金。到达这个位置附近的时候，是可以埋伏空单的，因为我给出了行情当中位置。趋势控制仓位控制仓位怎么控制呢？现在是6号我之前说了11月1号到11月15号，每隔5天布局一个仓位，逢高布局一个仓位，布局什么呢？布局空单，倍数要低些3到5倍杠杆，避免你的仓位爆仓慢慢布局的情况下，行情最后会走出什么呢？最后呢，会走出从21年2月到22年5月形成的这个4次波谷。那么在4次波谷之后这里面也会形成4次波谷，1、2、3、4次波谷之后，行情还要继续下杀，还要继续往下走。那么继续往下走的大概时间呢，我认为是从11月中旬开始也就是11月15日开始继续下行。那很多人在这轮行情当中已经完全迷失了，有的人认为行情会涨到24000，会涨到26000我认为这个是不太符合逻辑的，有可能会涨一些有可能会涨破22000美金，但你说更高一些的位置不太符合逻辑，并且呢，它怎么涨上来的？还要怎么跌下去为什么我这么笃定这个呢因为我们看到了行情往往是符合大的结构。那在这个大的结构当中，我们看前面行情当中它是有一定的机会突破，但往往这种突破呢都是假突破。行情大的趋势不改变的情况下，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依然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这种情况下，空头依然是主要的获利方向当然有人说这个位置你看特别是放大去看日线级别这个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正在放缓，但你要知道的是我们把行情往前推，它每一个阶段都是放缓的，都会让你觉得
放缓了，行情总是要反弹啊。你只有把这个时间往远了看啊，往远了看之后，你才知道它的这个均线系统啊，一直是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上。只要它是在下行趋势上啊，我们就有最充分的理由啊，判断当前市场是一个熊市行情，判断我们应该做的主要获利方向是做空啊，是做空。那么最近2天呢，有人感觉以太坊涨得少，跌得快啊，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一直在讲的，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段，它处于一个下跌的趋势啊，它的上方压力位是在 0.08， 这个 0.08 呢是由波谷连线啊，是由从21年5月份形成的波谷连线通过焦点之后啊，在这里面形成了一个压力位，所以呢，在压力位附近，以太坊面临下跌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面临下跌，并且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它形成了一个悟空阴线。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在周线级别上，它仅仅是反弹。悟空阴线存活的情况下，它就有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这样的走势，一旦出现，会同步于6月份的这波下跌。我们要注意啊，这波下跌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下跌。那么回到以太坊的行情当中来，我们看啊，以太坊本身在周线级别上啊，也是有这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啊，在这里面存留啊，并且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线啊，就是从21年11月份以太坊高点4877出现之后啊，这个白色的这条压力线，它始终没有突破。那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1680附近啊。然后我们回到日线级别上来看呢，啊，我们看到这一轮的反弹啊，它是由箱体结构的突破发生的反弹，同比特币非常类似啊。箱体结构突破之后，依次突破了箱体的上边线，绿色线啊，5月份波峰连线形成的压力线，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并且呢，它逐渐形成了一个我白色线画出来的这个收敛三角形。之前我在分析当中给出了如果你一旦能够画出收敛三角形的话变盘将要发生在它的焦点位附近，也就是近焦点这个位置上将要发生变盘那么向上也是这样的收敛三角形近焦点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看到以横带跌的跌破了这个上涨的收敛三角形，这意味着以太坊的上行动能不足。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呢我设计出了一个以太坊的运行轨迹这是设计的未来真实的情况谁也不知道最终走出来你才能看到但是行情上方最终的一个压力线已经走了出来。那么这条压力线非常重要，我们要知道糖是从哪儿咸的，盐糖是从哪儿甜的，盐是从哪儿咸的。那么这条压力线已经出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警示作用。我们看到8月份的反弹过程当中正好顶到这个压力线附近包括9月份的反弹也是非常接近这个压力线的。那么当前行情再次顶到这个压力线附近之后就是以太坊的做空位置。和比特币一样的是我们目前重点还是做以太坊的做空它为什么呢？刚才我们提了以太坊对比特币它的一个比值有下跌的一个动能，以太坊本身那么目前面临这个压力线附近所以呢，我认为做空以太坊未来我们赚它什么呢？赚它的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周线级别赚它的八节阴线，赚它的沙僧阴线，赚它的唐僧阴线。那么这一轮周线级别下跌形成的目标位呢是$1100那么以太坊每轮熊市它的最大跌幅往往在95%，
那如果这轮行情以太坊再次下跌95%的话，我们的目标点位是在260美金啊。当然500美金以后呢是自由发挥时间啊。你现在1600美金做空的话，到500美金你可以随意的去平仓，并且呢500美金到260美金这个区间是行情的底部，这个区间非常容易出现插针。所以呢，260到500美金附近啊，你可以逐渐的埋伏多单，埋伏现货。那这个时间到达的时间点呢，我认为是大概是在12月底了啊，要到12月底啊，行情还要给它一些时间去波动。对于下周来说啊，山寨币的机会还是在这个前期已经发生了一个启动迹象的币种上。包括道指、史币、马斯克啊，还有这个马斯克的子币种 RSS3啊，这些币种呢，由于突破了并且站上了166日均线啊、169日均线和144日均线，所以呢，这些币种机会还比较多。那么对于 Gala 来说，这个出现黑天鹅的币种来说，我们看到啊，这个币种呢，在货币上突然增发了几百亿枚，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黑天鹅事件。出现黑天鹅事件之后啊，它出现了一个币种叫 Pgala PGALA 啊，出现这个币种呢，我认为是当前行情当中有可能出现什么呢？有可能出现浪子回头的一个币种。我们知道之前有这个 Luna C 啊 ，Luna C 是 LUNC 啊，是 Luna 的之前的一个币种，现在呢换名之后啊，它就是还是 Luna 啊 ，Luna C 是它的一个老币啊，是 Luna 系统的一个老币。Luna C 呢，在最近一段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很大幅度的上涨啊，这种上涨呢是在它黑天鹅事件之后的，所以呢，我认为在 Gala 出现黑天鹅昨天出现的这个黑天鹅事件之后呢，Pgala PGALA 这个币种呢，有可能走这个浪子回头的一个结构啊，并且呢火币也是特别支持它啊，目前是火币上不能充币的一个单机币种不能充值的一个单机币种。那单机币种，并且每笔交易有1.2%的消耗这个1.2%用于销毁。那么在通缩情况下，在浪子回头的这个思想下我认为这个币种还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做一些关注那么前面行情当中出现上涨突破169日均线、突破144日均线的这些币种呢，也是下周可以进行继续关注继续布局的。毕竟呢，他们有上涨动能。那么比特币在行情当中还有几天的一个震荡反弹的一个过程，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这轮行情出现站稳169日均线的这些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币都可以进行关注。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